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如鱼得水，诚意浴缸霸道强吻杨紫。他笑着问：“为什么你比我更擅长接吻？”表现出他们的好友谊。该剧大获成功，但两人依旧排在第2位。虽然已经被虞书欣和王鹤棣的《苍兰之志》暂时抢走国内话剧热度榜首的宝座。虽然开拍前诚意有点害羞，但一开拍就咄咄逼人。拍完杨紫还打趣道：“为什么你比我更会接吻？”他们两个表现出很好的友谊。碎渣箱中杨紫和诚意的浴盆热吻热播，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都觉得男人的霸道演技还挺写实的，女人微微挣扎和惊愕的表情也很自然。拍完戏，他连忙缩脚缓解肌肉酸痛，却忍不住冲他笑了笑，问道：“你怎么比我更会接吻？”诚意笑眯眯地回应道。对比蟹箱中吐血、白发、失明的撕心裂肺场面，杨紫和诚意在场外的笑点很多。另一场戏，剧中诚意用2根手指戳杨紫的额头，气得醒来骂他，但戏外他又担心诚意戳他太用力，伤到自己，所以他甚至伸手摸了摸他的手，显得十分亲密。此外，两人在拍摄《神香如粉》时，也有不少片场拍摄视频被放出。杨紫和吴磊拍完吻戏后总是笑到尴尬，甚至拍到男方再次拥抱女方后莫名开心的画面。由赵丽颖和李易峰主演，两人只是剧中的配角，也不是 CP。对于杨紫和诚意的互动，网友们褒贬不一，太甜了，一起来吧！我想在下一个系列里再看到这对搭档。很少有没有欲望不肮脏的吻戏，但杨紫和诚意可以做到。杨紫和诚意的接吻戏很吸引人，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接吻风格。两人私下好像情侣，真的可以考虑在一起了。两人私底下也像情侣，真的可以考虑在一起了。不过，也有网友还记得《余生请多指教》中杨紫和肖战的 CP 搭档，我觉得最好的 CP 还是杨紫和肖战。我想看杨紫和肖战的 CP 配对。02杨紫适应成人世界审美标准的代价。香蜜沉沉烬如霜几乎是1对1的翻版，杨紫主演，改编自网络小说，跨越前世今生的古今情侣恋情，却未能复制成功。2018年，该系列进行到2/3，尚未在豆瓣上显示分数。在另一个维度上，它近3万件的量和香蜜沉沉烬如霜超过18万件的标志，也说明了糊涂和出圈的区别是如何量化的。但这个糊涂究竟是流派的外在问题，还是杨紫在同类角色中演技停滞的内在问题？或许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故事比碎花香更爆一点。杨紫和肖战的流线型顶配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都市设定。不过，或许是因为是2019年拍摄的，套路陈旧，人设重复，一直到播出结束，收到的噪音量与2位主演的流量评分相比，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失败。2部大剧的口碑下滑，引发了对杨紫的讨论。而从演员的寿命维度来看，今年30岁的杨紫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童星一路走来的她，或许是这一代最懂颜值焦虑的女演员。多次被提及的采访中，宋丹丹劝杨紫：“你长成这样就别演了。”虽然残酷，但也道出了实情。长得像这样所指的不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子标准，而是演艺界的面子生态，颜值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杨紫小时候凭借角色的年龄限制和自己的平民身份，还能走在这个标准之外。但当她长大后，她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的审美标准。邻家女孩和成人世界。回顾《家有儿女》，杨紫的表现确实令人惊叹，但这种惊叹只限于小雪这样的角色。邻家的孩子，优秀、骄傲、自尊心强。女主角的亲和力，这种赞美式的描述，其实对杨紫这个演员来说有点残酷，她指向的是不够美和普通。但像《家有儿女》这样的家庭主旋律剧，却补充了这种共性，这正是观众所需要的。一个年轻女孩作为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姐的微妙处境，一个青春期女孩的敏感心态，一个北京女孩的傲慢和骄傲，一部分被杨紫演绎出来，一部分也属于当时的自己。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女孩和民族女孩的感觉是一种保质期很短的状态，也是一个时间的分界点。
类似于好莱坞经常提到的童星的诅咒。很多以童星身份成名的演员都需要面对重新发现自己的演艺方向的舍弃之路。秀兰·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成年后失去了荧幕魅力。在明显不同的东方语境和中国演艺圈，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娱乐生态造就了更加残酷的环境。很大一部分演员选择尽可能的延长自己的少女时代和青少年时期，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人。外貌的保存期和人物的搭配是不可缺少的。周迅就是荧幕上少女期极度延长的一个例子。在电视剧领域有一个像赵丽颖一样的头部流量，外貌条件决定了延伸少女感的路径，这并不适合杨紫，原因还得回到小雪公认的亲和力，完全没有演技上的优势，尤其是在这个媚俗的时代。倦怠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2006年《家有儿女2》之后，进入青春期的杨紫有作品，却没有进入热议领域。从所有交通的角度来看，而今年轻，你可以用低谷期来定义。对于现阶段的杨紫来说，演技不是问题，但外形是门槛。杨紫的问题可能是普通女孩的问题，她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少女时代，也不可能被放到市场上的美女角色中去。但杨紫的选择是接近那个模板，尽其所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演技，契合与表演的奇异性。2014年《战长沙》是杨紫评价最高的作品。除了团队的红利，杨紫在当时的表演中也能做出丰富的、有层次的、有感情的表演。在中年和成年的觉醒中，人物的变化不能说很深刻，但也有一种平民化的感动。但她还是不适合这个角色。年龄是一个方面，北京口音也让人玩味。剧组一开始确定的女主角就不是她，角色的临时转换带来了这个转折点。后来的故事中，杨紫表演的逼仄感更加明显，无法理解和支持大时代的动荡。《欢乐颂》和《亲爱的爱人》应该说是杨紫与角色匹配度最高的2部作品。邱莹莹在招聘会上投递简历时的局促不安，以及在4个女孩关系中的灵活机动，都适合当时的杨紫，她的演技和表现也在掌控之中。但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她为美貌付出的代价，尤其是面部表情强烈时，五官的不协调感已经开始破坏她的演技。相比邱莹莹《亲爱的爱》中的童年，在设定上没有那么接地气，是个心软的校霸，甚至有点空洞的性格，所以杨紫饰演的童年读书感很强。当她说出任何涉及专业部分的台词时，这种专业的表现让人觉得突兀和尴尬。表演如此沉重，感觉就像是在角色脸上画了一个面具。2021年的《变态女人》也是如此。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现在，杨洁篪确实在向演艺界的成人审美标准靠拢，出演了多个具有美属性的角色。与此同时，肉眼可见的面部肌肉僵硬、面部情感细节的缺失和微表情动作的范围受限。演员颜值和演技的这种脱节，在杨紫作为大美人的第1个角色中最为明显。在青云志中努力营造一种仙气和冷酷的气质。在最新的电影《沉香如粉》中，无论是愤怒还是愤怒，都能看到杨紫仅靠眼睛、皱眉和嘴巴来拉扯自己的脸，以极其有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有趣的是，在一条逐渐向演艺界成人审美标准靠拢，表演控制也逐渐受限的道路上，香蜜沉沉烬如霜反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戏中段，他利用面纱最大限度地掩饰表演上的不足。戏的中间部分戴着面纱，是掩饰表演不足和利用眼睛的好方法。所以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演员事业上的缺失时刻恰好卡在了角色素质的肌肉和差距上。这是演员生涯中不可复制、难以延续的独特起点，不够美的不可替代性。当我们已经厌倦了杨紫的怪癖，当神仙前世今生的故事没有为更深层次的表演提供空间，当主角僵硬的面部表情无法支撑跨越世代的虐待关系时，观众不会再买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观众，我们对杨紫扮演的花神之女、睡莲化身和白蛇这个场景的美人是非常接受的。这背后的潜在机制，恐怕要从观众期待的角度来看。如果以观众的心态来划分神仙剧和偶像剧，他们的成功大多满足了2种期待。
一种是远离生活，看传奇的想象；一种是亲近自己，沉浸在戏剧中的沉浸。没有人会像《新白后传》里的赵雅芝，也很少有人能代替《梦中情人》里的刘亦菲。但还有另一类作品则完全不同，以杨紫的热门作品为代表，或许还有《恶作剧之吻》。她们很可爱，但不太漂亮，有时甚至不好看，有缺陷、生硬和尴尬的表演。但正是这些粗糙的边缘，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和蔼、睦邻和直率而不被进攻。他们没有任何冒犯性，他们可以在观众的想象中被替换。观众在观看时被赋予了代入感，其不够美的可替代性构成了偶像产品中不可替代的演员。通过观看他们，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传奇。这里的悖论是，在观众心理上，不够漂亮成为杨紫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在行业标准上，不够漂亮却成为强加给她的外貌焦虑。她做出了选择，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作为女性，她们生活在其他社会领域是否有更多选择？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